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软萌外表下的清醒大格局，甜到发齁的元气少女，其实是个骨子里极硬的人。谭松韵身上那点反差感，真越拆越上头。很多人都是这样认识谭松韵的，圆圆的脸蛋，笑起来像一颗软糯汤圆，眼睛一弯，全世界的坏心情都被他那一句好呀治愈得干干净净。荧幕里的他，仿佛一直停留在校园里的那条林荫路上，书包一背，马尾一扎，就能让人瞬间回到17、18岁。可有意思的是，越往他的经历里挖，你越会发现柔软是他的外表，清醒和坚韧才是他藏在骨子里最硬的那一面。大众对他有一个特别统一的误会，觉得他是那种顺其自然，心里没什么算盘的小姑娘，拍什么算什么，人生走到哪算到哪，笑眯眯的，像从不会焦虑也不会迷茫。可真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他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的比我们想象中清楚太多。有一次聊到未来，他说过，让不少工作人员印象挺深好机会是会耗损掉一个人的兴奋值的，要留一点给后面。当时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，一般人爆红的时候恨不得把这辈子的高光都砸在当下，他倒好，反而在刻意踩刹车。现在回头忆他那时候的稳，多少给自己留住了路。说回那段不太好提的过去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他在人生最往上冲的阶段，突然遭遇了家庭重大变故。那几年，他手里已经有几部口碑不错的作品，正是要趁热打铁的时候，突然整个人退到了幕后的阴影里。他很少公开谈细节，只在一档访谈里轻描淡写的说，有段时间我特别不想说话，镜头里他笑的还是那样软软的，可眼神里那一点发空，特别扎心。那阵子，他几乎谢绝了大部分活动，行程表上大片的空白，让公司都替他捏把汗。毕竟在当下这个节奏里，观众的注意力比天气还善变，一年不露面，很多艺人就已经被贴上过气的标签。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个规则，他只是选择一种更慢的自救方式，先把自己捡回来，再考虑怎么继续站到镜头前。后来再有人问他，直说那段时间我就想好好把每一天过完。很多人经历低谷，第一反应就是自我怀疑，甚至否定过去的努力。他的方式比较像是把自己缩成一颗小小的球，先在角落里默默恢复弹性，然后突然有一天又重新滚到了阳光底下。那些他不愿展开讲的细节，其实都藏在他后来拍的每一场重情绪戏里。有一位跟他合作过的导演提过，当时给他看一个角色，是一个外表温柔，但内心埋着很多刺的年轻妈妈。他看完剧本只问了一句，他有没有在某一场戏里彻底崩溃？导演说有。他又追问那场戏不要给太多特写，我怕我会演得很难看。当时大家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，真到了那天开拍，他一条过，从头哭到尾，哭得鼻子通红，眼睛肿起，完全顾不上镜头里的美不美。导演收工的时候说，那一刻我突然相信，他真的把很多自己压抑的东西塞进去了。数据上你会更直观地看到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。公开可查的信息显示，从某年到某年，他在荧幕上的作品数量并不算夸张，每年保持在2、3部左右，而且几乎都是戏份吃重的角色。对比一下同期不少同年龄段女演员，一年6、7部剧，上综艺上到观众都快分不清他们的性格。他这种节奏在当下算相当慢工出细活。有意思的是，他的社交媒体更新频率也不高，大多是和作品相关的宣传，真正的生活碎片不多，偶尔放一张在片场的自拍或者某一张风景照，配文也是很简单的1、2句话。
他把自己真实的大块人生刻意留在了公众视线之外，这种藏在人设时代反而显得格外难得。说到事业，他看上去软软糯糯，其实对剧本挑得很严。刚火的时候，甜宠剧的邀约像雪片一样飞来，不少片方开出的条件都挺诱人你知。要继续演那个软萌的少女，我们负责把你捧得更高。他没有立刻答应，反而连着推掉了好几个和甜妹初恋脸标签挂钩的角色。身边有工作人员劝他先接着热度走一点，过几年再转型也不迟。他那会儿说了一句挺硬的话，如果我现在只会演一个类型，那我后面的人生就会被这个类型牵着走。那一瞬间，你会明显感觉到，他对红不红这件事的态度和很多同龄人不太一样。他不追求一时的哇好可爱，他更在意的是10年之后提起这个名字，大家是不是还能记住某一个角色的劲儿。后来你会发现，他的剧单开始发生转向，不再局限校园偶像，而是陆续选择了年代剧、现实题材，还有家庭戏。他会去演一个刚步入职场还有点笨拙的小白，也会演一个已经当妈妈还在和生活拉扯的女人。很多观众第一次看到他抱着剧里的孩子时，是真的有点不适应。这不是我心里的那位校园女孩吗？怎么就成妈了？可惜一多看几集，反而就慢慢接受了，甚至在弹幕里刷起她演妈妈其实挺有说服力。一个女演员愿不愿意打破自己的少女滤镜，胆子大小，一眼就看得出来。不少甜系演员会躲着这类角色，生怕一旦演了，观众再也叫不出口中的宝贝小甜心。他倒好，反过来主动往前冲。在一部现实题材里，她饰演一个普通女孩，从20多岁一路演到30多岁。镜头里有加班后卸妆的憔悴，也有和家人争吵的赤裸。她没有刻意在镜头前保持精致脸，反而是皱纹、法令纹、哭肿的双眼一个也不躲。这种舍得毁形象的劲儿，在当下的审美环境里，其实挺不常见。有一组拍摄花絮，当时他在片场连着拍了2场情绪戏，加起来差不多6、7个小时。中间导播喊休息，他靠在椅子上闭眼，整个人像泄了气的气球。副导演递水给他，他没接，反而问了一句：“刚才那场是不是情绪走得太快了？”那种状态特别像一个在钻研课题的学生，哪怕已经筋疲力尽，还在琢磨再来一次是不是能更好。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说法，他那天从早拍到晚，台词一条没错，哭戏一条没垮，收工的时候连妆都没力气卸，坐在车里一动不动。他的通透不只体现在工作上，在做人上也挺明显的。某次宣传活动上，有记者问了一个带点锋芒的问题，大意是大家说你总演年轻角色，有没有担心有一天观众会厌烦？换做别人，可能会立刻解释自己有多努力，多想突破。他却笑着说：“那就努力演好每一个年轻人吧，说不定有一天，大家会接受我演老年人。”这句话听着轻飘飘，实际像是把锋利的东西变成了一根绳，轻轻一绕，反而牵走了现场那股尴尬的气氛。他面对舆论争议的时候，几乎不怎么下场辩解。有些风波刚起，粉丝急得团团转，等了一圈，发现他本人那边还是安安静静，照常发剧宣传，照常在剧组认真拍戏。有人不理解怎么一点都不急，但他的逻辑一直很简单，能解释的会在工作里解释，解释不清的时间会给出答案。这种走长路的心态，说白了是把眼睛放得很远的人才会有的。圈内有位前辈曾评价她不是那种把情绪挂在脸上的小姑娘，她是把情绪先放在心里走一圈，再决定要不要拿出来的人。
这话听着有点抽象，但你只要看他平时的言行就懂了。他在节目里几乎不会轻易评价别人，也少有毒舌名场面，更多是那种站在一边认真听别人说话的人。可一旦轮到自己需要表达观点，他也不会随声附和，反而是先停顿几秒，才慢慢说出自己的想法。这种说话方式很像那些走过弯路，知道每句话可能带来后果的人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一直很清楚“少女感”这3个字到底是什么。他不把它当成一个必须死死抱住的标签，他反而挺坦然地说过：“少女感对我来说，就是保留对生活好奇的那一点点。”他并不否认自己长着一张吃年龄红利的脸，也不刻意装成熟，只是很笃定地把重心放在一个更难被改变的东西上——演技和选择。你看他的职业路径就知道，他没有大规模去上各种综艺节目。按理说，以他的性格，参加一些以可爱治愈为卖点的综艺，肯定能圈更多粉丝，热搜也会跟着刷刷地上。可这些年，他真正固定参与的综艺并不多，大部分时候只是当嘉宾出现一下，聊聊作品，录完就悄悄回剧组。有人会觉得可惜，这不就是少赚很多块钱吗？可从他的角度来说，过度曝光会稀释角色的可信度，他宁愿让观众记住剧中的那个人，而不是每天在手机屏幕里刷到他的日常。他是那种宁愿把时间砸到片场，而不是综艺棚里的演员。某次拍一部年代戏，剧组在偏远的小镇搭景，条件不算好，夏天虫子多，冬天冷得厉害。很多演员在镜头一收，就立刻缩回保姆车里取暖，他却经常披着大衣站在一边，看前面戏的拍摄。他会凑到导演旁边问：“刚才那场戏，人物心里是不是已经有转折了？”导演点点头，他就再把这个转折记在小本子上。那本子据说被他用满了好几本，从台词节奏到角色情绪变化，密密麻麻全是他自己的笔记。还有一次，他在片场拍夜戏，时间已经过了凌晨2点，导演突然临时修改了一段情节，多了一段长台词。一般人这个点脑子已经转不动，他拿到新台词之后，绕着场地走了2圈，再回来就直接对词开拍。那场戏，导演要求一条过，不能停。他从头到尾一气呵成，台词一个字没错，情绪层层递进，连对手演员都被他带进去了。收工的时候，工作人员一数，当天他在片场待了整整16个小时。这种强度，对身体是消耗，对意志则是打磨。说到年龄，很多人喜欢拿冻龄来形容他。诚然，他的状态确实让不少同龄人羡慕，但他本人对这个话题一直挺冷静。他说过，脸会变，状态会变，能不变的只有你怎么面对它。他接受时间带来的变化，也不逃避总有一天要演更成熟角色的现实。他甚至期待有一天能接到那种需要从年轻演到老年的角色，用一部戏把一个人的一生全部走一遍。其实我发现他身上的反差感，恰恰是当下很多观众越来越喜欢他的原因。荧幕里的她是一个永远笑意盈盈的女孩，现实里的她却有一套极其清醒的职业逻辑和人生秩序。她知道什么时候该往前冲，什么时候该按下暂停键，知道哪份合约该慎重签，哪一个邀约该礼貌拒绝，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安静下来充电，又该在什么时候站到聚光灯正中央，不卑不亢地交出一份答卷。温柔是他递给世界的名片，清醒和任性是他放在背后的护身符。很多人以为他只是幸运地长了一张永远18岁的脸，可了解他的人会明白，他更幸运的地方是在被生活重重推了一把之后，还愿意咬牙站稳，继续走自己的路。
真正支撑一个演员走长远的，从来不是某一年一部爆火的作品，而是他对于角色、人生和自己内心那套标准。谭松韵最难得的地方，恰恰是他在温软外壳之下，藏着一套相当清晰、坚固又不失柔软的内在系统。他既不急着证明自己有多大多强，也不急着讨好所有人的期待，他只是安安静静的把每一个选择都想清楚，然后一条道走下去。哪一部戏让你第一次意识到，这个看上去只会笑的女孩，其实演什么都有点东西？是那个傻乎乎却让人心疼的高中生？是那个和爱人拉扯又不肯认输的都市女孩？还是那个咬着牙扛起家庭重担的普通女人？留言的时候，不妨也说说，你最想看他接下来挑战怎样的角色？说不定哪一天，你在新剧里看到的，正是你曾经期待过的那个他。